大家好，不知不觉我们的天气已经进入头伏了。今年的头伏是从7月11号开始到7月20号结束，一共是10天的时间。北方有句谚语叫做头伏萝卜二伏菜，喜欢种菜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陌生。这个谚语给了我们种菜的一个大致的时间参考。头伏到了，也就预示着要开始准备秋天播种的蔬菜了。对于头伏萝卜二伏菜中头伏萝卜这种说法，这里边萝卜有的人认为是胡萝卜，有的人认为是青萝卜和白萝卜。在我的实践过程中，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什么问题。正常来讲，胡萝卜应该种得早一点，青萝卜和白萝卜应该稍微晚一些。一般胡萝卜的发芽周期特别长，要14天左右，而青萝卜和白萝卜相对时间就比较短，应该是不到1周就可以发芽了。所以通常情况下，我种胡萝卜的时间都会早一些，而种白萝卜和青萝卜可以稍微晚一些。不过这个种植时间的跨度其实是非常灵活的。一般在我这个区域，从头伏开始一直到7月底都可以种植胡萝卜，而从头伏开始外加上整个8月份都可以种植青萝卜和白萝卜这些大萝卜。而如果你想种植水萝卜或者樱桃萝卜的话，那时间其实就会更灵活一些，因为水萝卜的生长周期比较短，也就是20几天的时间，所以整个8月份和9月份都可以种植水萝卜。当然，大家要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气候情况，适当的调整一下种植的时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你所在区域的中霜日和植物生长的周期来计算时间。比如我所在的区域的中霜日是在每年的10月22号左右，而胡萝卜的生长周期一般是在70天左右。这样我从10月22号开始往前推70天，大概就是7月10号左右，刚好就是头伏的开始时间。而像白萝卜或者青萝卜这些大萝卜，它的耐寒能力要比胡萝卜强很多，而且经历过霜冻之后会变得更甜更好吃。像这些大萝卜我们可以晚种一些，因为霜冻日结束后它还是可以继续生长的。今天我就打算把胡萝卜先种下去，然后过5、6天之后开始种第一批的白萝卜。这个是我昨天从地里刚收回来的春天的最后一批胡萝卜，刚好收获春天最后一批之后开始秋天的播种。接着大家就来跟我一起看一下怎么播种胡萝卜吧。这个就是我打算用来种胡萝卜的池子。现在这里边有一个自己生的西红柿，然后还有一个自己长出来的护瓜。我先给它们移出来。接着我用这个叉子松一下土。我用这个叉子只松土，并不翻土，这样有利于土壤里边的菌群的繁殖生长。松完土之后，往土里边加一些草木灰，这样能够增加土壤里边钾肥的含量。这是我之前收集的草木灰，但是下雨的时候浇进水去了，我只能浇一些草木灰的水了。接着用耙子把草木灰和土壤混合一下。接着撒上4、5把的鸡粪肥。再来混合一下。好了，土壤这样就混合好了。因为这次是要种的胡萝卜种子，所以应该尽可能把土壤再弄平整一些。我接着用这种专门平整土地的耙子，再来把土壤平整一下。用这个耙子可以把土壤里边的这些颗粒给它搂到一边来，因为这些大的颗粒是影响种子的发芽的，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搂出来。行了，这样这个土壤就平整很多了。接着我们来搂沟。
接着我来撒一些这种小颗粒、小碎片状的有机鸡粪肥。种种子的话，用这种形状的有机肥作为底肥会好一些。我们稍微和土壤混合一下。接着我来种胡萝卜的种子。这种胡萝卜是那种个头比较大、比较适合冬储的胡萝卜，比较适合秋天种植。我们看到这种胡萝卜外边是有包裹物的。正常的胡萝卜种子是非常细小的，非常难种，而且种下去之后一般都会非常的密，后期需要不断的建苗，比较麻烦。而这种包裹的种子是一颗一颗的，颗粒比较分明，这样种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方便。而且如果我们有种种子机械的话，这种种子也比较适合机械种植。我大概每隔1英寸种一颗种子，这样的话一条沟里边大概就种了30粒种子左右。我们轻轻地给盖上一层土，这个土有半英寸左右就可以了。然后轻轻地给拍一下。最后我们给浇上水。第一次浇水的时候还是要浇透，我们需要大概浇5、6分钟的时间。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早晚的时候都需要给它各浇一次水。第一次浇完透水之后，后边我们就不需要再这样浇透水了。我们每天大概需要早晚各浇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样每天进行轻浇水，一直保持土壤湿润就行了。好了，这就种完了。我们接下来就需要耐心的等待14天，等着14天之后，胡萝卜发芽了。虽然种种子并不是什么重活，但是播种之后还是应该犒劳一下自己。这些是从地里边摘回来的，有一根胡萝卜，一个大西红柿，一根刺黄瓜，还有几个樱桃番茄。先吃一根胡萝卜，压一下今天的主题——头伏萝卜。头伏萝卜2伏菜，头伏我们先种胡萝卜，接着我们再种白萝卜。后边2伏的时候，我们再讲讲怎么种菜，种什么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